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书法课程——中国书法从书写中生长的民族精神。本课程一共10讲，由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邱振中先生主讲。邱振中先生将会从中国书法的文化意义、基本性质和当代思考等角度，对书法艺术进行解说，指出了解书法艺术的途径，具体而微地带领大家一步步地走入书法作品和书法的历史当中，同时介绍书法学习和书法训练的方法，为书法爱好者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邱振中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书法家、书法教育家，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美术学院书法与绘画比较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他今天将为我们带来书法课程的首讲，书法凝聚中国文化的丰富信息。接下来让我们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有请邱振中先生，有请。各位下午好。整个关于书法部分的讲演呢，一共有10讲。在国图的开设的这个书法讲座的话，其实要兼顾学术和普及的2个方面。今天是第1讲，等于是整个讲座的一个总论。今天我讲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书法是什么？实际上我要讲的是一个我们朴素的、直觉的对书法的一个认识。其实这个认识大家都已经有的。我想作为中国人，你们都使用汉字，那汉字怎么才能写得好？你是否希望写的一手好汉字？我说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想过。这是第一个，我们谈直觉的感受。第2部分呢，我要谈一下书法的起源，它到底从哪来的？这个可不是每个人都思考过的问题。当然古人也有很多的解释，比如仓颉造字啊，还有其他的很多的说法。但是今天的学术它有不同的解释，非常不一样的解释。这个解释可能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第3点，那我讲书法它的意义到底在哪里，讲书法的魅力。但是我们要对它做一个归纳，看看书法是不是它到底真有那么吸引我们的魅力。现在我们开始讲第1个问题，书法是什么？到底什么是书法呢？这涉及到对书法的定义。这大家面对的是王羲之的一件作品，这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件作品，但是他肯定没有南亭序有名。这是他写的一封信。因为在中国千百年的传承中，南亭序已经成为一个神话。这就说这是一件神圣的作品，一件伟大的，还不仅是伟大的作品，深入人心。一谈到书法就是南亭序。但是南亭序的话，在今天到底是不是王羲之写的，实际是有争论。不论是认为南亭序是王羲之写的，还有认为不是王羲之写的，实际上都拿不出最确实的证据。所以这应该是一个文化史上的一个到今天还没有解决的悬案。但是这件作品很重要。中国文化里有一种情况，就是它很多事情并没有确定的最后的，特别是当代的解释，但是它一直存在那里，几千年以来都对我们产生着影响，发生着作用。它重要不重要？我觉得非常重要。但是现在大家就是专家里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你们看见的这件作品是王羲之最伟大的作品。
这个可能跟你们的认识非常的不一样。这件作品，如果我们拿它和王羲之的《兰亭序》比较的话，你会发现它们截然不同。这件作品比较古朴，而《兰亭序》的话比较流利，比较美观。我刚才说了，真伪在这样的时候已经不是第一重要的问题。但是我们今天的话，越过1600年的时光，王羲之离开我们1600多年了。当我们重新来审视中国书法的时候，其实应该对它的真相应该有一个新的认识。那个时候的作品，我认为仍然应该是古朴凝重。比如说这样一件作品，他谈到的是自己的生活里遇见的一些悲伤的事情。当人们在看到这样的作品的时候，就会发现，这样的作品里，它不仅有字迹的美观、凝重、流利，甚至我们好像感觉它还有一种隐隐约约的悲哀在里边，甚至还有这个王羲之的，我们所知道的他整个的人的清高，也可以说是骄傲，他的修养，他的风度，似乎都能从字里行间能看出一些。对一个有文化、有书法修养的中国人来说，是比较容易从这种作品的字里行间感受到一种精神的东西。所以如果我们今天不说非常严格的学术上的定义，因为这可以用很多种方法来定义，我们今天就说什么是书法。它是用毛笔书写汉字，从而创造出视觉的、精神的伟大境遇。环境的境，地域的域，境遇。当然这不是一个学术性的定义。比如说精神的境遇是一个什么东西？什么叫伟大的境遇？这在学术上就不容易描述，那还需要进行定义，每一个词都要去定义。我们现在说的是一个感觉的、直觉的、普通的、通俗的定义。这样来说的话，没问题。为什么我们说创造了一个伟大的境遇呢？这就是说，这样的字，这样的笔触、笔画，它里边所包含的凝重、复杂性，以及千百年来经得起最苛刻的阅读和阐释。我经常会说，用毛笔画个线条，写个字，让我们看了1600年都看不够，还看不透，还想看，这就是书法。你说做到了这样一点的书法，它是不是一个伟大的境界？你们面对的这件作品，它肯定做到了这一点，这就是书法。所以别人问我什么是书法，我还可以一种定义的方式，我就把这件作品放给大家看，你看，这就是书法，很简单，很直觉。但是我们要创造一件这样的书法的时候，利用了什么样的手段呢？比如大家熟悉的中国画、油画、雕塑，你不需要进美院，你就可以描述出来。用了什么？用了色彩，用了线条，是不是？用了泥土或者是青铜，用的是这个。书法用的什么？就是一支毛笔，在纸上，当然也可能在木板上，也可能在墙上画出一些道道。当然他写的是汉字，用毛笔写出汉字来有一定的内容，它就成为伟大的境遇。这个你说没有任何艺术比书法更简单。回到我刚才说的，用毛笔画条线，让你看1600年，你能画出这条线来吗？
我经常跟我的学生朋友说，我们不要说话，让别人看1600年，让你看3天的话，你就会烦死。经不起推敲的。反过来说，我们说让一个人画一条线，写一个汉字，用毛笔，让你看了1个星期、2个星期、2年、5年、50年、500年，还想看，这就是书法。一个做书法的人，你起码要做到让人家看150年吧，否则你这一辈子不白活了吗？别人展览会上一看，哎呦挺好，转过来一看，哎呦他没什么。那你说这样的书法，一辈子就写这样的书法，那有什么意思？当然里边还有汉字在里边，你们面对的作品上面写的都是汉字，它还组成了一定的文词内容。当然此刻匆忙，你们来不及仔细的阅读这封信，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这是用晋人的非常简洁的文词，他们的文章风格写出的一封非常悲痛的信。书法你面对的就是毛笔画的一些线，还有汉字，还有汉字组成的文字内容，这就是书法。它创造了一个伟大的视觉的和精神的境遇。这样的东西为什么千百年来能扣动我们的心弦，让人痴迷呢？不分身份贵贱、地位高低，上到帝王将相，下到普通的人们，过去所说的贩夫走卒嘛，就是他用这个来，当然这个说法不对，但是在古代的文献里用这个来说，是最普通的劳动者阶层，就从帝王到最普通的劳动者、劳动人民，都喜欢书法。说到这里，我就想起一个故事，印象非常深。虞世南是从前朝留下来的老臣，他跟李世民相处的时候，他年纪已经很大了，他是李世民经常要跟他谈论书法的一个大臣。因为他年纪大了，有一天去世了，这李世民就感觉到没有人谈论书法了，怎么办呢？魏征就跟他推荐，他说有一个叫褚遂良的，书法还不错，见解也不错，您是不是可以见见他？当天召见。这个故事我印象非常深刻。一个帝王日理万机，那个忙碌我们是想象不到的，但是他一天没有人谈论书法，他就不舒服。当然事过多少年以后，若干世纪以后，我们再来看李世民，也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书法家。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作品。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宋代的米芾的一件作品，这件作品叫做《止语帖》，一封信。这是后世的行书里写的非常飞动的一件，但是它又不是草书，草书是另一个写法，等一下你们可以看见。这是行书，里面有几个草字，但基本是行书。但是那个飞动的话，我们一看到的时候，我们不由得会为它打动。你不会不进到它的线条的流动感和运动里面去。但我们看下边的作品，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张旭他的一件作品。当然这件作品的真伪今天有争论，不管他是张旭写的还不是张旭写的，但是毫无疑问这是一件伟大的作品。唐人狂草，唐代的狂草呢，曾经被一些美学家认定是中国艺术史里最能代表中国艺术精神的几种作品之一，就唐人狂草。这样的作品跟刚才的那个宋代的行书，即使非常飞动的行书也不一样。
它整个线条完全是没有，几乎让你没有喘息的机会。一进去以后，随便你从它哪一个字进去，当然这些字不容易认，今天我们也来不及跟你一个一个的把它念出来。随便从哪一个字进去的话，你哗，就像你走到一条大河边上，随便你眼睛盯住哪一块水面，哗，它马上就下去，而且会裹挟着你不停的往下奔腾，不会自己，除非到这个作品结束。这就是唐代的狂草。草书是整个中国的各种字体里边最有表现力，它包含的节奏变化最丰富的一个字体。当然很多年里人们不敢写草书，我曾经有些朋友们练了很多年书法，这个草书他是不敢碰触。那草书在人们心目中曾经是有一种敬畏的、有距离感的一种字体，但是今天不太一样。今天写草书的人很多，当然能够深入到唐代的狂草的精神里，并且能把握它的技巧，并且又能写出我们这个时代的感觉的作品还不多。但是草书无疑是整个书法艺术里的最重要的书体，最有潜力的书体。好了，说了这么多，你们是不是感觉到这个线它是活的，它是有生命力的，它是像一条你想抓也抓不住的鱼一样，一到手它就会滑掉。当你一开始觉得你抓住它的时候，它马上又到别的地方去。这就是草书的魅力，也可以说这是中国书法里的一种东西，线的它的生命力的一种活生生的表现。这我们前面讲了线条本身它的生命，另外汉字呢还有结构。我们面对的这一件作品是西周的一件非常著名的铸造在青铜器上的铭文，这件青铜器叫散氏盘。这个结构的话不一样了，跟我们今天认识的汉字完全不一样，大家很陌生，跟刚才看见的那些字的结构也彻底的不一样。我不知道这种对比是不是在你们的心里都唤起了一种复杂性的感觉。这书法怎么突然从那样的线条里突然一下就变成一个这样的结构？对了，这就是书法的吸引人的地方之一，它的结构有无穷的变化。大约从3000多年以前，我们已经能有成熟的汉字甲骨文，然后一直到今天，这么长时间的历史，经历过各种字体的变化，每一种字体里都有一些伟大的书写者，留下了一些伟大的作品。而且那些伟大的书写者，他们每一次书写都会有不同。有时候一位书写者他会留下一些很不相同的样式和节奏的作品。下边我们还会讲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当你在书写汉字的时候，每一次你的书写的汉字有点变化的时候，实际上你都在参与一种东西，就是中国书法文化的建设。这是你们肯定想不到的，它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每一个人。你想一想看，这么多的字体，这么长的时间，各种各样的书体，各种各样的书法家，各种各样的性格，每一次的书写都不一样，你说要留下多少变化的结构？想都想不过来。这么些结构
都成为书法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可能的变化。那你说书法得了啊？我想我们这辈子看过很多画，小学课本一直到大学课本，一直到展览，甚至我们还也看过这个。我们扩大一点，我们世界所见到的所有的影像，所有的图景，都算是一幅画面的话，那我们想想看，这个我们看过的画面是无以数计。我可以告诉你，书法史上所产生过的结构样式的变化，无以数计。有意思吧？虽然你不会端着一本书法史或者5本书法史不停地翻他的作品，但是我告诉你，这些变化它就在那里，存在在那里。只要你去寻找，你去想象，它就全部作用于我们。这是西周的结构，这是东汉的结构。这件作品很珍贵啊，在西北出土的时候的话，它这种上边编的这种绳的条还保留着，所以呈现给大家是一个完整的当时的把汉简串联起来的，成为一本书的样式，就这样。你看看这个字的结构跟刚才很不一样，这个就大家熟悉了，颜真卿的楷书。我们看的这样几件的话，然后再到米芾的另外一个作品叫《贺铸帖》，这也是他很著名的一封信。这件作品呢，跟他刚才的《止语帖》就很不一样，很凝重，没有那种飞散的彻底打开的结构，但是在每一个字的结构里，它有很多的变化。米芾字结构的形态是变化最丰富的书家之一。从这件作品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他每一个字都有他自己个性化的处理。当我们把他所有的作品里相同的一个字拿出来比较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这样的字结构里有多少他共同的东西，又有多少他在每一次书写的时候变化的东西。当然，我们这样几件作品连看的话呢，这个我们就很清楚，汉字的结构变化太丰富了。给大家看的是4、5件作品，不同时代的代表作。如果我们还有一些阅读书法史和阅读过去作品的经验的积累，我们还有一些想象力，然后我们就用我们的想象来填补刚才这些作品之间的漫长的时间所可能带来的无数的结构的变化。好了，线的生命力该加上结构的无穷无尽的变化，这已经是它具备一种长期的吸引大家的注意力的一个条件。但还不仅是这些，比如我们说，还有书写跟我们每一个人的关系，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大家可能会说，我又过去很长时间也没练过字，我对书法也没有兴趣到那个程度，我跟那是书法家的事情，我跟中国的这个伟大的书法史，我有什么关系？大家不明白。这样说吧，我们设想一下，你和王羲之是同班同学，你们在那个启蒙的时候，坐在同一个教室里听那个诗书老师给你们讲课。那个老师告诉大家，一个人发了一本字帖，拿着毛笔，告诉我们纸笔要这样治，
一撇要这样下去，然后这么走，然后顿一下，然后其实当时是不顿的，那么下去走，然后把这一撇写完，然后所有的小朋友5个也好，20个也好，都拿着笔站在末啊，然后照老师的样子这么写。你想那时候条件好的小孩发蒙的时候大概3、5岁吧，就算5岁。5岁的小孩他能够做什么？只能够模仿。这就是说，我们和王羲之一样，都是从头开始模仿我们那位老师的执笔的方法、下笔的这种动作、行笔的节奏，使用的是同样的字帖。这就是中国书法非常重要的问题，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伟大的书法家，他和所有普通人的起点一模一样。等一下我说怎么能做到这一点，这跟我们书法它的一个起点不一样。比如说外国的他书写也有这个书法，把字写好，写得很有装饰性，但是中国的书法它的起源不一样，它的起源最朴素最普通，就是日常的书写。而日常书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要考虑写得好不好，我拿笔写字实际上是为了记一个事情。比如今天早上我买菜买多少钱，茭白1毛4毛8，现在没这么便宜了，4块8，小油菜7块5。你这么记的时候，你会觉得要把油菜茭白这个字写得要多好多漂亮吗？不可能的，是不是？拿起笔来就你把它记下来，完成它的功能就行了。这就叫日常书写。我举的当然是绝对的例子，就是说很典型的例子。其实我们生活里很多时候都是日常书写。老师在讲课，我们在记笔记，老师讲得很快，你也记得很快，那你能顾及到我这个字要写得多好吗？因为这笔记也是自己看的，你根本不顾及，这个也叫日常书写。中国的书法它是在这样的日常书写里生长起来的。所以我说的就是每一个人跟这种伟大的书法作品，你都是息息相通的。为什么？你和王羲之的起点是一样的。当然今天你的启蒙的时候的老师的水平、写字的方法跟王羲之的老师不一样。现在所以我说要让你设想一下，你跟王羲之是同班同学，如果是的话，起点一模一样，就这个。如果你们小学同学里还有一个今天成为一个有名气的书法家，我相信你和他的起点也是一样。这个事实对所有的中国人来讲都特别重要。为什么？这正是这一点让我们伟大的书法作品与普通人永远保持心理上连通的可能性。哪怕你今天没意识到，哪怕你一生都没意识到，那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所以我们今天见到很多一生从来不练字的人，退休了有时间了，拿起笔来试着写了几天字，结果他放不下来了。我可以告诉你，这跟你的那个小时候开始写字就有关系，跟你和王羲之是同学就有关系。这个事情很神秘，但是说到这种状态为止的话，我觉得是非常可信，是一件真切的发生的事情。第一个问题，我面对书法我们说到这里。现在讲第二点，书法源自何处？它是从哪里来的？一般的人如果问你这个问题的话，你肯定这样回答：书法就是写字呗。
写得好，然后就老师表扬吧；再写得好，你练字，最后参加展览，最后获奖吧，这不就来了吗？我讲的不是这个问题，我讲的中国为什么会出现书法这样一种艺术？为什么人们能够把一生的精力投入到写字这样一件事情上来？今天我们当然，我在这里说书法很重要，但1000年前、1600年以前，没人说这个事情的。那个时候，人们为什么会这样投入的来写字呢？这多少年以来，这1、2千年以来，大家为什么会不停的去思考书法这个事情？这世纪会热爱，而且越来越热爱，而且人们不停的在说书法的事情，这跟它的起源是有关系的。这书法是从哪里开始发生？这个很重要。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各民族文字书写的比较。左边的是一张东晋的王洵的《博远帖》。故宫有个三希堂，他们也刻了一个三希堂发帖，三希其中一希就是《博远帖》。这个故事讲得很多啊，我不用重述。这是一件伟大的作品，它的珍贵性还在于那个时候留下来的可靠的真迹只有1、2件，这是其中一件。那这种珍贵可想而知。从这种作品里，我们可以窥测到或者感受到中国书法在它的成熟第一个黄金阶段，它是什么样子。我们经常会说晋人气息，晋人风度，看看这就是晋人风度，潇洒、自如、确定、自信，笔画很凝重，凝重的同时又流动。今天的书家一写到流动的时候，他就不那么凝重，就轻薄；一想写的凝重的时候，就不那么潇洒。这个不去多说。好，反正晋人是能做到这一点的，里边包含着无数变化的细节，而且那个变化的数量之多，每一个结构之间它既统一，同时又有一些细微的差异的这种细节的丰富性。右边那件作品确实不具备，对不对？我们看线条，右边的节奏也很特别，也很美观，但用我们今天的观点来说的话，比较有装饰性。但是细节，比如说结构的细节、线的细节，它不一样，比较简略。阿拉伯书法我也没有多少研究，我们这里只是一个很朴素的比较，直觉的比较。反正说吧，中国的书法，它的视觉的形象，以及它后面我们所感觉到的那种文化的堆积和阐释的可能性，和别的民族文字的书写不一样。当我们比较了很多，比如英文的、德文的各种书法，还有阿拉伯文的，然后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些文字的书写，它有美化的欲望，但是最后呢，都会倾向于一种东西：图案化、装饰性，也是人类视觉艺术的伟大的遗产，但是和中国的伟大遗产性质不一样，这毫无疑问。那么我们也说，中国书法起源是什么呢？它真的就和其他民族文字的书法的起源不一样。中国早期的书法里边，它基本上或者说几乎吧，全部都是实用性的文字，比如说信札、
我并不是单独的要表现一个这个字，这一幅字我也写的怎么样，像今天一样的，我写好以后挂在房间里的，或者送去展览的。那时候没有这种想法，所有的字都是为了用而书写的。比如说信札就是一种。你像我们统计南朝的时候，皇家的一些收藏，他们收藏王羲之。到唐太宗的时候，他有广收天下的王字，王羲之的字。那时候收藏多到多少呢？100多卷到200多卷，其中只有1卷到2卷是所谓的善书，善字，我们也没见过，到底是什么样的不知道。根据这个记录的话，我们猜想是写在扇子上。那当然，那明显的是为了玩赏的需要，但是很少。是不是后代把它这个裱在扇子上来用呢？我们也不知道，没有记录。而且其他的全部都是书信，这是不是能说明一个问题？更早的文字更是这样。就是说，早期的书法，当它从发生一直到真正的成熟，到王羲之到东晋这个时候为止，基本上全部是实用性的文字。好了，再根据记录，根据中国人对文字运用的一些观念，我们来分析一下书法是怎么产生的。中国人对语言有一个基本的观点，叫做言不尽意。这个成语我想大家都知道，这是中国人对语言一个基本的看法。言不尽意怎么办呢？我肯定很希望我把我要说的东西告诉你，但是我又说不清楚，怎么说也说不完，怎么办呢？立象以尽意，我要找个图像来帮助我表达我心里想要表达的东西，这叫立象以尽意。这样的话呢，我可能我内心要表达的东西就会表达的充分一些，甚至完全能表达出来。这个象最主要的，实际上中国人的归纳有3种。第一种是图画，这属于象，画画。第二种呢是八卦，八卦是图形嘛，对吧？用6条线，它断和分开，然后来表达一种东西，这个叫卦象，这是一种图像。另外还有一种图像是什么呢？书法。书法是图像吗？有的人不能接受，他说这什么图像的，画画才图像，这怎么是图像呢？但是我告诉你，文字的话，它有3个要素，一个是形，眼睛看的；第二是听的音；第3有它的意义。形、音、意，每个字都有这样3部分内涵。我说的书法的，它也是图像的一种，就是说它有形的这一方面。大家看到的每一个字，它都是不是有一个视觉形式？当它们放在一起的时候，它就组成了一件文字、一封信的视觉形式。我们暂时不要听它的声音，也不要想它的意义，它就是一个视觉的东西。我们把它叫做文字或语言的视觉形式。说清楚这一点，下面好办。当我收到王洵这封信的时候，里面看着他谈到他的内心的一些对朋友的怀念，一些事情看到他的这个情感在里边跃动，他的心态心境。我发现这个文字还是太简略了，但是他到底还高兴成什么样子？他比如他生活的挺好，他轻松成什么样子？潇洒成什么样子？不知道。读文字，而且心里边用的，说实在话，也很多是俗语套语。
比如我告诉你，我今天很高兴，非常高兴，你知道哦，这个人很高兴。但是高兴成什么样子呢？高兴有很多种非常细微的差异的。同样是一个程度的高兴的哈，也有这样的高兴，也有另外一种快活，一种更内在的。你怎么知道？但是我在看信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写文字的视觉形式，就它的线条里，那个书写的快慢里，跟平时有点不一样。我从里面察觉到，他经典真的跟平时有所不同，更流动，更潇洒，更开放一些。我也说不清楚。因为我一到我要说的时候，我也把王洵的他的这些感觉的东西遗漏了很多。但是我看着这封信的视觉的图形的时候，我感觉它跟前一封信里很不相同的东西，这就启发了我了。写字很重要。这让我以后每次见到王洵的信，或者收到其他人的信的，我都会多长个心眼。那我写信的时候，也会反省自己写的信里那个字是不是反映了一种东西。你想，当一个人这样做，当他一生这样做，当所有人都这样做的时候，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这就是说，我们慢慢的让我们的眼睛看字的那双眼睛，还有我们写字的那只手，还有我们心里对这个字的感应，还有写出的字迹，这四者之间，它会形成一种非常有机的联系，对不对？我一写下字，我同时我心里我就感觉到，哦，我今天太开心了，我这种开心我已经写出来了。不仅是文字写出来，我的字也写出来了。那他收到这个，我就表达得很充分。收到信也是这样，我跟朋友聊天也是说这个，他写信最后也是这样。好了，当几代人甚至一代一代这样做下来的时候，书法就诞生了，有意思吧？回去以后写信的时候，你仔细看看你的信的字写的怎么样。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信呢，写的实际上是用平时的随手写的那种风格在做的，跟你拿起笔跟朋友写一封信，跟你兄弟写一封信是一样的概念。这样的表达，也许不是学术的表达，但是我觉得是一个合情合理的，能让人理解的表达。书法就这样产生。大家看见的这个是一个4世纪的北朝的后秦的这个王朝的一封衣物的清单一份。大家看上面的字，这个照片拍得非常清楚，写得很随意，带着那个时代人书写的所有的习惯和特色。你可以说写得不好，你也可以说他的用笔很有古意，这都不说，这都是评价。我告诉你的是，这就是最接近日常书写的状态。这样的书写，在书法史上过去是从来不提的，但是我认为，这样的书写，才是中国书法得以慢慢成立的最广泛的基础。王羲之不过是高端的产物，而这些才是书法之所以产生的源头、基底，跟我们在座的所有人息息相通的那种东西。所以大家应该把这张作品记住。这样的作品跟我们个人的关系，比王羲之跟我们的关系也许更深刻。前面我们已经讲到日常书写，这是宋代的黄庭坚的一封信。日常书写有一个特点，我们刚才也提到，它就是每一次书写的时候，它会有所不同，它不可能完全一模一样。
这样的话就非常有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写字，他每一次写的都有一点点不一样，都有一点点不一样，无数次的这么写，他就提供了一个书写的样式的非常多的范例或者样式、样本。这么东西一多的话，比如多到3种、5种，这个还不能说明什么。多到300种、3000种，它就有可能在每一种里边放进你微小的不同的感觉。当然，如果你3000次写字的话，别人未必每一次都能仔细的看出你每一次的心境。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在理念上来说，它是有区别的，不一定要看出来。坦率的说，就看前面那个丧乱帖的时候，你要我能看出王羲之的他的个性的细节，还有他哀痛的类型，我恐怕也很难，也看不出来。但是它的重要性在于对王羲之自己是不同。比如我有3000个不同的细微的差异，你有3000个，你有3000个，我们这些人加在一起，你说有多少？已经说不清了。那3000个不同的这个字写法，对我们个人是很简单的事情。你想想，就我们在座的100多人，这里边留下的样式和图样、图形，就已经很难数清。那你说，这样的东西里边有一点点，每一件都有点点感觉的、感情的、节奏的差异，那你想想看，它就有一种可能性，它就有可能成为一个极端复杂的感觉的状况的载体。我想我这么说的时候，你们所有的人都不会有太大的意见。你们的怀疑只是能不能看出来。现在我先不说看出来，先说可能性的，对可能性的信念。你想，中国文化中很多东西是不是靠信念维持的？是不是？人之初，性本善。你跟我证明看看，我们是靠信念维持的。我们说中国的汉语很伟大，它产生过那么多伟大的诗歌，那么多伟大的表达，我们相信汉语的伟大。但是英语呢？一样的呀。所以你怎么证明汉语伟大还是英语伟大呢？我经常看见说什么好汉语的人文性怎么样，意思英语没有人文性。所以我觉得这个太荒诞了，是因为你不懂英语的人文性，懂得没有懂得汉语深，所以你会说这种话，这种话是不能说的。但是我只说我相信汉语的伟大的潜在的表达能力，这是一点问题没有。这就是信念，不需要证明。几千年的历史放在那里，每个人都说着，我们只要一翻翻这样的文献的话，我们就会获得一种满满的信念。就这个东西，书法也是。今天我们要证明我今天说的每一句话，我告诉你，今天的学术根本就做不到。但是它作为一种信念的话，一点问题都没有。任何一种文化里都有很多这种东西。好，这个不细说。当我们觉得或者相信书法有一种巨大的表现的潜力的时候，那好了，那几千年以来，人们就不断往书法里放进表现的内涵。它能表现人的感情，这没问题，我体验过。它能表现一个人的不同阶段的历史，
我把我留下的信札翻翻，哎，真的是这样。然后他还能表现这个时代的趣味给你的影响，再想想，哎，有道理。然后还能表现宇宙的某些规则，怎么宇宙？中国人讲宇宙不是阴阳，它怎么开合相生吗？想想，哎，自结构或者是也行，这个也行。这个我们慢慢的话呢，你要知道，这个是几千年里边慢慢做的工作。我这么就说几句了。然后人们对书法所有的表现能力，就在我们这种热心、信念甚至信仰的情况下，我们不断的放进去，最后书法就变成一个什么东西呢？它除了能够表达人的一切才气、学养，还有你的胸怀，还有你的一生的命运和结局，还能够表现社会的变迁，表现历史的变化，表现宇宙的所有的结构和可能性。书法变成一个这个东西，中国文化里，这是中国文化它的一种机制。比如说《易经》、意象，意象里能表达什么？你们把意象的研究的书翻翻就知道，每个时代不断的放东西进去，到最后意象就变成一个宇宙的所有的什么东西都能表达，都能跟它配上的一种符号系统。书法也是，这里边的机制就是我说表达的愿望，还有一个我们文化中的不需要证明的那种内涵，能被大家接受。第三一点，它被历史认可。1600年或者2000年以来，大家不停地说，每一个时代非常聪明的人、有头脑的人还在说，你到今天的话，你能不信吗？里边包含着巨大的道理，也有包含着不可解释的神秘，也有迷信，加在一起。当这个东西放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一个个体是很难拒绝的。为什么呢？当你开始接触书法的时候，接触这些文献的时候，实际上你很可能15岁、12岁，或者晚一点18岁，在这个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反抗，或者没有能力去提出异议的。到后来有人有提出异议的，也有，历史上总不乏这样的声音，也很有道理，但不会起很大的影响。这就是我在一个地方说到的，过去的文献它形成了一种东西，我把它叫做历史证言。当一种观念、一种信念在历史上不停地被重复，被人们在某种程度上体验到以后，接着说下去的时候，它就有了意义，有了文化意义。它就是一种证言，就像一个大法庭，几千年审判几千年以来的事情，每个时代都有人走上去手按，不是圣经了，手按易经跟你说，我相信这个是真的，你还能怀疑吗？他真的相信，他在某种程度上验证，但是里边会夸张一点，但是他可能感觉到，他觉得是对，这就叫历史证言，不需要逻辑的证明，历史的证明它非常有用。好了，我们说的这些实际上都是由日常书写开始的。日常书写它有这么重要，这种日常书写让我们每个使用汉字的人都介入了书法文化的建构。我们谈的这一切几千年来的活动，就是有无数的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在日常书写里堆砌起来。今天或者在1000年前的你，每一次的观看都把你的感觉加入到中国书法的感受当中去，加到它的含义系统里去，都作为一种历史的见证而存在。你说我们每个人是有责任吧，有关系吧，同时也在享受这份文化今天带给我们的
重要的收获。讲第3个问题，书法的魅力。讲第3个问题，书法的魅力。实际上，我们是要试图在今天的学术的或者今天的思想的这种框架里，我们来归纳一下我们在对书法的思考、感受，它到底有哪些重要的、现代的意义。如果说是魅力的话，前面讲的也全是魅力，每一句话都跟魅力有关。第一点，书法与文字语言的关系。这件作品是苏轼的代表作《黄州寒食诗》。到今天的书法吧，除了一些现代的探索作品，当代艺术跟书法有关的作品，其他的作品基本上都还是写文字。特别是书法的形成的早期，它的形成期那个阶段，和文字语言的关系极端密切。而文字语言在我们今天的人文学科里，它的意义是怎么说都不过分。上一个世纪，人们都说到哲学的一个转向，就整个20世纪的哲学，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这个特点就是语言转向。就是说，所有问题的思考，对它的深入的思考，都离不开它和语言的关系。就所有的哲学部门对所有问题的思考，都必须加入，或都必须和对语言的思考联系在一起。语言有这么重要，不论是方法，还是观点，还是它的深化的途径。如果说一个很普通的这个讲述，比如说我们要讨论心理学，你要深入下去的话，你就要从古代的著作、现在的一些病人他自己的陈述，还有一些心理学家的研究，他写的著作里，我们得找出东西来，对不对？找出问题来，深入下去。好了，你面对的这些全部是语言著作。这些作者在记录这些文献的时候，在写这些著作的时候，用的是一套什么样的语言？这套语言的话，有没有遮蔽性？如果有误解、有错误的引用某个词、某个句法的时候，它会不会对整个的理论，还有对人的观念的影响带来错误的引导？我这是随便提几个问题，你就会一想，你就会很紧张。语言太重要了。如果不把我们的有关的专业的文献里的语言进行彻底的清理的话，这个学科是无法深入的。20世纪人们已经得到这个认识，那你想想，书法它跟文字语言关系多密切，它写的就是文字，就是语言，它里边一定隐含着跟文字语言有关的无数秘密，而且这些秘密是在20世纪的哲学家的没有得到关注和研究的。我在一篇文章里写，我说20世纪的哲学家对语言的几乎所有的细节都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去研究，但是有一个细节他没有做到，大家都没做到，就是文字的书写出来的视觉形式，而这个就是书法的核心内容。那你想想看，书法所包含的秘密机制，
在20世纪的整个的学术的那么深入的搜寻、研究、思考之下，它像一条漏网之鱼滑到21世纪。那你想它重要不重要？太重要了。这里边原因当然是这个由于英文的书法、西方语言的书写，它没有在他们的文化史上获得过这种地位，是不是？也没有积存这么多的文献和感觉，这可以理解。但是中国是积存了的，那我们怎么办？那面对这样一个没有被开发、被现代思想剖析开发的一个宝藏，那你说它在学术上有多重要？语言是一个无孔不入的东西。你可以说史前活动没有语言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跟语言总没什么关系吧？有关。如果你要讨论那史前的活动的话，你要写书吧，你要考古吧，你要记录下这些吧，你这就用语言。你不用语言，用什么记录？你用的语言就是我今天思考的对象，所以语言你是逃不掉的。所以中国人跟语言的关系，深刻的、无微不至的、尽可能详尽的清理，是绝对离不开对书法的思考的。现在学术界还没有任何人说到这一点。第二点，图形的精微。实际上这个问题在前面已经说到了一些，在这里为什么要说呢？现在我说的跟前面说的有点不一样。前边我们是谈的是你面对这种非常有变化的、很细微的变化的结构和线条，你的感觉。现在我们想一想这些东西有多么的重要。书法利用文字的视觉形式，它是利用视觉形式，同时也造就了这个民族对文字的视觉形式的敏感，对不对？大家都在写信，都在从那个写的字迹里边去找那种蛛丝马迹，找那种感觉的蛛丝马迹。长期的这么做，1000年、2000年这么做，你想想，这个民族对这个蛛丝马迹的敏感会到什么程度？大家看到的作品是九成宫李全名，大家都熟悉的一件作品。但是对这件作品的它的精致准确，还很少有人谈到某个深度。比如说，我们说一个最简单的事情，这里边字的横线很多，最左上角是一个寿字，里边还有什么原则的则字，很多字，很多字，这些线的距离可以说精确，有意思吧？但是它精确里边有极端微小的变化。你比如说九成宫的宫字，就左边的第2个字，这个宫字在整个字帖里边出现了很多次，这个里边就出现了2次，看起来差不多，但是它的变化非常之细微。我曾经把它里边的几个宫字加以比较，让我大吃一惊。吃惊的在什么地方？它的这些四横呢，吕字的四横，它的平行的关系，在这些字里边都有变化。猛的一看的话，全一样，都很匀称，但是有非常细微的差异。比如说，我这随便说了啊，比如说第1个宫字，它四笔的话是非常严格的平行。但是另外呢，一个宫字呢，它这个平行的里边就有一点改变。每一次平行的话，它都有一个什么呢？
哎，角度的稍微的变换，但变化很均匀。第三个工字它又是一种变化，你不细微的话，你不这么仔细去看，你永远看不出来。这就是1000多年没有人说到这个事的原因。为什么说这也不能怪大家？因为这种东西太多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学九成功，很多人学，无数人学九成功，都学成了刻板的写手，要么就写不准，写准的就非常的刻板。为什么？这就是对它经纬里面所包含的变化的可能性没有理解。写九成功的人都知道，这要极度的准确，就跟行书里面写圣教序一样的，稍一点不准确你就不像。好了，你所有的写的都像的话，你就死掉了，一定死掉。那你想想，从这里你能不能领会到什么是精微？说起来2个字很简单，精微，尽量的细致嘛，不就精微？可不是那么简单，又要准确，又要对它变化的可能性，还有每一次变化的契机。为什么你要变成这个样子？都要有领悟和灵活运用的能力，这个要求就高了。这我可以说，写九成功从古到今，我还没看到一个人达到这个水准，有意思吧？这还是讲一个作品里边的一个细节。如果整个的书法它的这种微妙性我们放在这里的话，摊开来谈的话，可以说10讲都讲这个都讲不完。但是我们可以领悟到中国书法中的精微已经到了沉浸到了什么程度。一个这样精微的几千年发展的图形系统，跟中国人的感觉不停地发生关系的话，那你想一想看，你可以得出很多结论。它是中国视觉图形的最高境界，最高水准的代表。它造就中国人对图形的敏感的时候，它起到了无限重要的作用。这样重要的作用，这么重要的一个宝库，一个领域，它不可能不对中国视觉的其他所有的领域产生影响，这是不可能的，对不对？这也是人们不大说到的一件事情。大家都知道书法太重要了，中国文化里最伟大的事情或者最特殊的事情，但是它到底有多伟大？到底对中国这个民族的所有素质和才华、才能，还有它的神经系统的发展起到过什么样的作用？我们见不到这样的研究，必须做这些事情。今天当然我们只是提出问题，就像这个甲骨文，3000多年前就已经成熟，这是中国的文字。甲骨文已经非常成熟的文字，当然你可以说它很简单，不就横平竖直吗？但是你要知道它之间的那些是怎么平的。举个例子，最左边有一个字，一竖，几个像你们家的格架一样，墙上钉的板子，几个板的那个格架。它为什么右边那个竖线要跟上边那条竖线对得那么齐？为什么？实际出自于那个时候人们构图的一种感觉状态。因为那个是人写字，他创造或者是维持整齐的话，跟我们今天不一样。今天我们写这2个字要对齐的话，肯定会把它往左边挪一点，对着中间。但是他那个时候不是这个概念，他只有几个办法可以对。
比如说一竖在写的时候，它对哪里呢？它就对上边的边线。你看它跟上边那一竖对得多齐。好，类似的详细的讨论的话，我们可以在下边的讲课里有机会的话，我们会涉及。在这里我们就是说明，在那个时候，我们今天能看到最早的成熟的汉字里，它已经有了自己一套感觉体系，有一套自己构成图形的视觉图形的方式，这一套已经比较成熟。我们再来看更成熟，这是秦代的木牍，秦代的书写。一般研究书法的人，或者一般谈到书法史的书，在说到这些作品的时候，一般会开辟出1、2页或者1个小节来说它，因为它很重要嘛，谁都知道。但是人们绝对的想不到，我们今天或者后来吧，今天说的时间太短了。比如说从唐朝以来一直到清代，这时间够长了。它的行书和草书，它的结构、字结构怎么排，有一套自己的规则和风格。我可以告诉你，后代所有的一个汉字要写好、要排匀称的规则，绝大部分在这个时期的作品里已经完全成熟。这是大家想不到的。我在研究之前我也想不到，这是一个离我们距离很远的文字。但是你们要知道，他在书写的时候，举个例子，比如这样一个字“福”字，他那些横画之间的匀称，他就做得很好。而且这种横画之间的匀称，我们在九成宫里看到，当然比这要好一点。如果这是做得好，那个可以叫精确。后代的人那么写行书草书要做得这么精确的，也或者不会这样去做。但是我们可以说做到，这个时候已经做到了。这什么时候？秦代。然后过了几百年，到唐代就做得很精确。到后代你们再去看宋代、清代，甚至已经现代人的写字的时候，我这里不可能打出这些来这么多，你们去看，大家也是按照这个规则在写，基本均分。那你说这种均分的意识和技巧，在这个时代基本上成熟，有意思吧？我说的还是一个均分，还有更复杂的技巧。这个时代已经做的还可以了，甚至在更早的，比如战国时候的木简里，已经做得非常好。这是我们想不到的。这么我们又回到前面所讲，当人们在书写这么长期的书写中，在手、眼、心还有字迹这之间建立了一个非常顺当的、非常紧密的一个通路，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这里边有风格的变化，有个人风格的创造，有字体的演变，都有。但是这个回路的话，一直保持得很好，就像我们打太极拳一样，今天在这里转，转到这里了，它还是很连贯，就这个意思。这个东西是一直保持着。当我们对整个书法的发展有一个这样的认识的时候，一些后代的基本的东西在很早的时候，在战国、在秦代的时候就已经获得了。但我们对后来的发展会有一个新的认识。后代的这么长的时间里，这么些人，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训练什么？在提高的又是什么？书法为什么会有后代的一些发展和它的不同的命运，跟这是不是有关系？而且这种敏感，比如说在魏晋时期，在这个王生前的这个
5世纪的他的一个叫《笔试论》的一个很短的文章里，他就说出这种话，他说：“纤微向背，就很小很小的地方，它是对着还是打开一点，还是合上一点？毫发死生。”我们经常说千钧一发，但真正我们碰到这个时候很少。他说的就是差一点点，就是死生的区分。也就是说，你做到了这么微小的这个做得好，关系做得好，它是一个活的东西。如果这一点点你做的不准确，这个字就死掉了。那个时候，5世纪的时候，人们对书法的精微精密就有这样的认识。现在我要问，1000多年以来，人们在这方面进步了多少？或者利用它做了一些什么？我们今天呢，应该建立一些什么样的标准？既跟过去有关，同时又有新的要求。算我提出的问题吧。当时5世纪人们就达到这种认识，然后呢，不停地发展出关于书写的复杂的技巧。这样的话，整个民族在视觉的敏感上得到充分发展的和锻炼的机会。大家看到的这是颜真卿的一个著名的作品《祭侄稿》，是他的侄儿在安史之乱中牺牲了，他后来写的一个祭文的草稿，被称为天下第2行书。这个第1行书一般认为是《兰亭序》了。对于《兰亭序》的看法，我在一开始我已经说到，这里不再重复。这件作品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是完全沉浸在他要表达的内容和心境里。我们可以相信，他在写这个草稿的时候，没有太多或者根本就没有要把字写得怎么好那种意识。他完全是在一种忘情的情况下，书写出了这本血泪交加的文字，感动了千百年的后人。这就是中国最伟大的书法作品出现创造时候的一种模式，一种范式。简单的说，平时的训练和锻炼和技巧无限深刻，掌握了很高的技巧，但是真正在创作这件作品的时候，他是完全忘了这些，完全把它放在一个潜意识的那个层面上去运用的。所谓忘情，什么叫忘情？就他的情绪，他的感觉完全进入了一种状态，除此以外，其他的全部都忘掉，这个叫忘情，全部都不在他的意识里。这2天我还在偶尔翻到了一个访谈，英国的一个当代艺术家的非常重要的当代艺术家的访谈。访问者就问他，是不是你觉得，原话不是这样说，意思就是这个，是无意识的情况下的会有绘画，比那种有意识想要好的情况下更有更多的取得成功的可能。他说是的，他让我们把那些所有的思考技巧什么东西都放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那种东西不是离开了我们，而是它在另一个层面上发挥作用。从这里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感觉到整个人类的一些伟大的创造的里面，它有某种共同的东西？那位艺术家他当然没练过书法，据我所知他没练过，很可能祭侄稿他见也没见过，但是这里面确实有一种共通的东西。而中国人通过书法，他鉴定了这种东西，获得了这种东西，而这些是艺术创造力绝对不可少的手、眼、心还有作品。
他们那种极为微妙的连通和互动，我们在记纸稿里就能感受到这一切。所以我想，当我们在说到我们的文化的伟大的时候，说到我们的这个作品的精彩的时候，真的千万不要说这是世界唯一的。这种作品也包含着和全世界那些敏感的心灵沟通的可能性。我相信有一天，全世界都会认识到，世界上所有伟大的作品，他们是连在一起的。当我们看到作品的时候，最明显的，也许对一般人来说，也许对练了很多年书法的人来说，都是这样。结构是最显眼的东西，最重要的东西。但是书法的生命，它最核心的东西，它是在线条里，在线条的内部运动。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从内部运动的角度，把精微再往下说一层。这里面我们看到是王羲之的一个很重要的作品，叫《平有哀或帖作变》。这个作品跟前面看到的商乱帖的有非常相似的地方。我把它最后的两个字拿出来放大，这两个字的特点呢，大家可以看到那个敢字，敢字的这一笔，还有这一笔，这是特别要请大家注意的两笔，它们的形状很特别，跟后代所有人的书写里的形状，也就是说，他们的笔法是完全不一样。我们怎么来观察这样的线条呢？我们可以从这个先说敢字的一撇吧，左边一笔，我们从这里开始，然后顺着它的这个轮廓这么一点一点的看上去，这就是把它这一笔的轮廓仔细的看一遍，你就会发现形状非常的复杂，极端复杂。这段复杂性，我可以告诉大家，我在我能找到的所有的古代的重要作品里，没有超过它。换句话说，这就是中国书法史里最复杂的笔画之一吧。右边那个也是，我们讲这一笔就可以了。这样的形状是怎么写出来的呢？现代的人临摹这样的作品的时候，他会用自己习惯的方法，然后按下去，然后想方设法写出左边和右边的这种形状，慢慢的一点一点的，然后写完以后我们一看，还有那么4、5分像。为什么呢？因为一个形状嘛，你总能用这个笔按搞一搞，最后总能搞出个8、9不离10。但是我可以告诉你，错了，错在哪里呢？你想象王羲之当时会这样写吗？如果他每一笔都这样写，那还有王羲之吗？那也是一个非常矫情的做作的一个人在那写字，存心要写出一个什么形状。王羲之肯定不是，他一定是很自然的，按照他习惯的写法写出来的这些字迹，很流畅的、连贯的。但是我们看现在网络上一些人在写王字的话，那实际上是拿着笔在描，那不是在写，错的。什么是对的呢？只能用自然的、流畅的方法写出这种形状的笔画的时候，那才能认为你那个动作是对的。但是这样的动作到哪去找呢？失传了，谁都不知道该怎么动。
这里我们要说到一个概念，就是线条或者说笔画的内部运动。就是他在写这样一笔的时候，一定是控制这个笔毫，他在做一个特定的动作。这个动作暂时我们不知道，但这个动作一定是很自然的可以写出这个笔画的。我们把它叫做内部运动。我们可以设想各种各样的内部运动，然后去写，写的时候看写出来形状像不像。我们可以逐渐的接近这个形状，但很难写出一模一样的。但这个接近的过程就让我们明白一个事实，这种试验的过程，笔锋就是笔尖在这个笔画里的走动，它不是一个直线。一般来说，后来写字笔笔中锋，练过几天字的人都知道，那个笔尖一定要在笔的中间那么走。你走走试试看，在中间走能写出这种形状来吗？那个形状一定是非常简单的，左右对称。这种左右不对称，而且又是曲线的轮廓的笔画，写的时候笔尖就笔锋在里边一定是走曲线，这个是肯定。怎么走可以讨论，可以试验。就是因为有线的内部运动，所以造成了中国书法线条的千变万化。如果这种千变万化是靠做这种描出来的，那中国书法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就根本不可能成为今天这样一种伟大的艺术的自然流动的内部运动，是中国书法的生命。从开始书写的时候，这个运动是简单的，我们可以简单的说一下，这个运动就是摆动，很简单。今天我们当然不能论证整个的过程，但是可以告诉大家，最开始就是摆动，然后呢，连续的摆动，这个线条就复杂起来了。然后书写的过程呢，实际上是一个从笔画的开始一直到结束，那个笔锋是一直不断的在控制，一直在走。但是后代的这个运动呢，慢慢就移到笔画的两头。你看下笔的时候要做两下，哎，过来再考两下，结束。你们小学学的都这种写法，这是很晚很晚才形成。王羲之那个时候绝对不是这样写，但是今天几乎所有的人都这样写。这就是从王羲之以后的人，我几乎没看过一个人写准了王羲之，原因就在这里。当然，后面我们有机会专门讲行书的时候会说到这一切，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大家记住，书法最重要的是线的运动，而且线的内部运动。由于我们前面讲的有各种书体、各种书法家、各个时代，每一次书写不一样等等，毛笔写出的线就变成世界上最复杂的徒手线的集合。这里大家看到的是我选出的王羲之的6个字。这样的笔画线条，这样的线条，后代几乎见不到，没有。当然，我们可以理解成这种笔法失传了嘛，也可以。当然我们会有别的解释，今天不说了。这种最复杂的徒手线的集合，它把书写性发展到极致。西方的艺术也讲究线，他们很讲究线。有专门的书，1923年就出版了一本书，叫做《点线面》，其中有很重要的是分析线的特征、线的运动，这是非常重要的著作。但是里边没有一个字谈到线的内部运动，这当然不能怪他们，是因为他们的线，他们用的工具，他们的文化里没有产生，没有积累，没有复杂到那种程度。内部运动，
他说什么呢？所以不用说，只有在中国的书法里，把线的书写性，把线的内部运动发展到那么高级、那么复杂的微妙的程度，这个是毫无疑问。书写性成为中国书法，也是中国艺术的生命特征，而且是区别于世界所有艺术的特征。当然，今天的当代艺术，我们有一些艺术家，他们在他们的作品里强调书写性，那个线条的生动感，那种线条组成的图形的精妙，那也是叹为观止。但是有一点，所有这些伟大的现代作品里，它的内部运动还是没有办法跟书法来相比。这里边是不是很容易我们得到一个念头？如果我们把书法里那种复杂的内部运动用到今天的艺术创作里，用到今天的线条、今天的书写性里，是不是创造出跟世界都不一样的作品？你说对了，这个太重要，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思路。所以我看一个非常著名的研究中国近代美术史的专家，他说将来中国的抽象艺术要出现伟大的作品那一定是一个精通中国书法的艺术家创造。有意思。第三点，书法形成了一个意义系统。刚才前面我们已经谈到，人们不停地往书法里放进它的含义，以致个人、社会、历史、宇宙，只要他能够想到的东西，全部认为书法能够表现。至于是不是真的能表现，我也说了，没法证明。有一些东西可以证明，有些没法证明。但没法证明的事情，在历史上不停地被人去体察、去陈述，它就变成了一种某种意义上变成了一种文献上的事实。它客观上就是形成了一个意义系统。所以很多外国人说中国书法，哎呀，太难懂了，它能表现那么多东西，我不懂。这个事情我们可以另外去讨论，但是我们讲的，它客观上书法它形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意义系统。在我看来的话，它还不仅是由于它的复杂丰厚，它还隐藏着一种东西，就是中国的文化中的意义，它是怎么生成的。这就是说，中国意义的生成机制是什么？在书法里得到了最好的呈现。书法是一种图形系统，就是拿毛笔写几个字，它怎么会有那么复杂的意义呢？含义呢？它是怎么一点一点进去的？人们又是怎么样能够相信、能够接受的，并且在各种地方来使用它的这种意义的？你想把这个东西梳理一下、研究一下，是不是就可以发现中国意义是怎么产生的？按道理来讲，毛笔写几个字，它不就很简单，并不复杂。但意义它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图形系统。它又会有那么复杂的含义，这个含义和这个是怎么结合在一起？这就是机制问题。这样的机制，如果我们说清楚了，或者了解的更多一些，我们会对整个中国文化里意义是怎么产生、怎么产生作用、产生影响，会有一个前所未有的认识。这意义太大了。第四点，书法跟人的关系很密切。从我们刚才讲的那种书法发生的过程，我们也看得出来，也感觉得到，和每个人关系都很密切。
但是这慢慢就形成了一种思想，一种观念。因为这个书法里边能够反映人的很多东西，其中就能反映你的修养，你这个人的气质、格调，全部都能反映。这下麻烦了，如果我的修养不太好，我的格调不太高，那个写出的字不就完蛋了吗？我再练也不行了。所以，如果我想让别人觉得我的字好的话，对，我要把我修养搞上去，我要把我的格调提高，我要改造我，让我成为一个真正的出色的人，然后那个字应该没问题了。那你想字多重要？一个知识者，你成天都要写字，这个字都要留在别人手上去看的。你写不好字，这个你太没面子了。我想在座的每一个人，在你小时候都有过一个愿望，那就说我一定要写一笔好字，或者我真想写一笔好字，对不对？这在中国人的文化里，这个是根深蒂固的。当然，你也许慢慢的淡漠了，事情太多了，你长大了，这些事情已经退到远处去了。但没关系，你曾经有过，一定有过。好了，只有出色的修养、高尚的人格、宽阔的胸襟，才能写出有格调、有品位的书法。你当然你不做也可以哈，没关系的，我不强迫你去做，但是已经在诱惑你去做了。整个中国文化都在这样诱惑我们。你不写没关系，但如果你想好的话，你必须这样去做。想把字写好，一定要这样做，好不好？愿不愿意试试？书法变成一个这样的领域，跟其他的领域不一样，跟那个法律、跟那种训条、跟那种《弟子规》《三字经》都不一样。他把书法的美质，那种让人动心的那种运动节律东西，那这个结构放在你面前，把它的美放在你的面前，诱惑你，让你去做一个出色的人，有意思吧？这就跟书法里它能够完整的、充分的表现一个人的这个观念完全结合在一起。所以它是中国书法里一个非常特殊的东西。我用我的话来说，它是跟经典、教训条、法律、制度都不一样。它是把人的完善跟美质结合在一起，让你去做，让你自己去选择。当然有很多人，古代也有很多人字写的不好的，也有。但是确确实实这种诱惑的力量非常的大。好了，这也是书法的它的魅力的来源之一，它跟人结合在一起。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对经典所讲述的做一个小结。书法它通过语言而与整个的精神生活关系密不可分，它通过精妙细微的图形系统而成为中国视觉艺术领域的冠冕，因为它成熟的早，非常早，远远早于绘画。当汉代的绘画还在画那种比较这个幼稚出这种图形的时候，中国书法已经是非常精妙，很多技巧都已经基本成熟，所以它对后来发展的成熟的视觉艺术都有影响。它又通过不断的意义阐释而成为中国意义生发的最典型的范例。它通过对人的高标准要求而成为自我修炼、自我完善的理想的场域。以上4个方面，每一个方面都是人文领域重要的内容，汇合在一起。注意，4个领域同时汇合在一个领域里面，全世界绝无仅有。
加上书法与每个人的关联，漫长岁月里观念的广泛的渗透，书法由此而成为世界上独特的文化现象。书法如何深入，如何让它在今天的世界发挥重要的作用，是下面各讲的内容。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非常感谢邱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么精彩的一堂书法课。我相信很多人可能跟我的感受一样，我们觉得听得意犹未尽。就像邱先生刚才所讲的，书法其实集语言文字、视觉图形、意义阐释和个体修炼于一体，它已经深深地嵌入到了我们的文化当中，也深深嵌入到了我们每个人的个体生命当中。我们每一个认识汉字、每一个书写汉字的人，其实自觉不自觉的都在介入到一场书法文化的建构过程当中。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我们今天这堂书法课也可以说是一个书法文化的建构过程。我觉得我们也非常有幸跟着邱老师从哲学的角度进入到了书法艺术的大门。为什么是哲学的角度？今天邱老师这3个内容，我们首先面对书法的时候，书法是什么？书法从哪里来？这都是哲学最基本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非常有幸。那么刚才其实邱老师讲课的时候，我看到后面大屏幕上这些非常伟大的、非常经典的书法作品，我就想到了2、3周前我去故宫博物院，参观赵孟頫书画特展。我不知道我们的观众有没有人去，因为他其实那个展览不仅仅展出了他的书法作品，也有他的绘画作品。但是那天的展览当中，最打动我的是赵孟頫的行书作品。其实我是一个完全不懂书法的人，没有经受过任何的专业训练。后来我在想，为什么呢？我觉得可能因为对于我来讲，一个完全的非专业人士，可能楷书我觉得太规整了，但草书太潦草了，可能我根本都认不出来写的是什么。但是介乎于草书和楷书之间的行书，给我这样的人提供了一种可能性。首先，行书我可以去了解它文字语言，我能理解它的内容。然后呢，行书又可以给我一种可能性去欣赏到它的艺术的美感。所以兼具艺术性和实用性，可能是行书打动我的原因。而那天赵孟頫的那些行书的作品，带给我的个人感受是特别强烈的。我就在他的作品当中看到了一种特别行云流水一般的很优雅、很洒脱的感觉，而且有一种皇族的很高贵和内敛的气息在里面。我不专业啊，这全是我的个人的感受。我在他的字当中看到了一种洒脱，但是这种洒脱里明明是很理性的，它并不是恣意去流淌的。我在他的字体当中看到了一种优雅，可是这种优雅我觉得很开阔，并不局促，而且他这种皇族之气或者高贵之气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我就联想到赵孟頫这个人，他的身世、他的出身、他的人生经历，然后在刚刚邱老师讲我们的书法、我们的字跟个体修炼之间的关系，你就会觉得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就是说一个人他的成长、他的思考、他的人格的养成，甚至是他对于很多事情的这种看法、这种价值观，怎么可能会通过几笔线条、笔墨这些力道，或者甚至整幅作品呈现出来的东西表现出来呢？为什么？或者说一个人的人生经历怎么可能会影响到一个人的书法的创作风格呢？所以我特别想就这个问题请教一下邱老师。主持人的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其实我可以很简单的回答他，我不知道。因为这个问题是在当代的学术里其实是没有解决的问题。比如最近我写了一篇文章，叫专门论人书俱老这个问题。孙过庭就认为，一个杰出的书法家，他到了晚年的时候，他一生的所有的感受都能够反映在他的书写里，这叫人书俱老。所有的人都认为有道理，我们都在某种程度上体验过，但是为什么？就他说的问题，我一生的喜怒哀乐，人生的经历的各种体验，都能够到我晚年的书法里去。在这里的话，在这篇文章里，我尽我的全力给他复现了一个理性解释的过程，非常难。我可以把简单的结论告诉大家，这是其实不是每个人做得到的。
他实际上通过刻苦的训练，到晚年的时候，不是他每一次的书写都要把他这一次的书写当做他生存中的一个片段。比如我今天在外边碰到一件令我气愤的事情，那么我就把这个记下来，这个就是我回忆气愤的一个过程，整个我都在那个氛围里。而不是说我今天，哎呦，我要去做一个展览，我要把这个气氛写一个作品，然后怎么样摆一下、布一下，然后从哪里感觉到气氛要迸发了，然后搞得有库比多一点，这样去做，不是的。简单的说，我再说一遍，就是让他每一次的书写都是他生存中的一个事件，这对一般人来说根本就做不到。坦率的说，王羲之是不是一直是这样，我们也没把握。但是我们看他留下来的一些作品，比如《丧乱帖》，还有颜真卿的作品，这些伟大的作品真的是这样出现。因为我们如果不这样去想的话呢，这个他进不去。后来很长的时间里，大家的书写都是写归写，这个人归人。当然，主持人问的稍微有点不一样。他问的是一个后代的问题，是一个赵孟頫的问题。后代的，一直到我们今天的，比如说我们培养的学生，也包括我们自己吧，我们怎样在书法里表现一种高贵的、深刻的、精彩的精神生活？坦率的说，我不知道。所以我跟学生讲，但是要做，怎么做呢？我不知道的意思就是两者怎么沟通联系起来，确确实实现在的学术没法解释。比如说，我们就看见屏幕上的几个字“中国书法”，你说在中国书法里边反映了什么精神？它是电脑字，当然也是人写的，那写的人是谁，我们已经不知道了。这里边有没有他的精神？很可能有一点，但是到底什么搞不清楚，对不对？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做书法的怎么做的？第一，把你的书法的训练做得尽可能的深入，让你自己掌握尽可能丰富的重要的技巧，这是绝对不能少。但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把你这个人怎么样改造你的人，把你的心理结构以及整个人的品味档次还有修养变成另一个样子。比如说，你是一个知识非常丰富、没有任何偏见的人，对中西的文化史、艺术史、哲学都有相当程度上了解和见解的，变成一个富有同情心的、极度敏感的人。好了，我不再说下去。好了，一个这样的人来写书法，跟你还没改造成一个这样的人来写书法，我们相信他是很不一样。但是，到底怎么样到书法里去？现代学术真的没法回答，我们只能相信这两个人去写字肯定不一样。改造之前跟改造之后去写字不一样。我们会跟学生说啊，你要关心现代诗歌、现代戏剧。比如我们看了一个很好的电影，非常激动，很多人性的、技巧的、画面的启发。你回去写字，书法会好吗？我一点都不相信。它没有这么简单。改造人是一个渗透在整个的生存里的一件事情，做的无数事都跟这有关。但是对艺术的表达力的这种把握，它确实是另外一件事。我要说的这两件事之间的联系，我们还不能说的那么清楚，但是一定有关。看看。好，谢谢邱老师。其实邱老师刚才讲的，我觉得就是这是一个
答案是肯定的，但是这个过程好像很难去解释。但是现代学术它没法解释这个问题。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要想写好书法，还是要先做好人。人生是一场修行，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先把自己修炼好，然后就有可能写一手好的书法。那么接下来我们想其实给观众留一些现场提问的时间，因为可能刚才听课的过程当中，也可能很多人有很多问题也想去请教一下邱先生。然后有没有观众想提问的，可以举手示意。邱老师您好，我想问的问题就是，我碰到很多书法老师，他们对书法这个就是刚开始初学的这个价值取向，他们有不同的解释。有的人跟我说，就是你练书法就是为了让人看懂，就是为了让人看清。他们建议我就是写楷书，你把楷书写好了，什么都厉害了。但有的人呢告诉我，就是说楷书只是你的一个过渡阶段，你以后要走向的一个最终目标，你还是要就是走入行草这个行列，那才是真正的艺术，才是就是那个线条变化的艺术。所以我想问一下邱老师对这个怎么看？谢谢。这个从古代吧，古代对于学习书法是什么程序，比如先从楷书练起啊，还是从篆书隶书练起啊，就有不同的见解。至于你说的这个目标的话，其实是不论什么目标，它实际上有个学习程序的问题，是不是？你把这个目标跟程序，它两个问题你有点合在一起。实际上，不论是你什么目标的话，对学习书法的一个过程，它都有一些共同的见解。我自己学习书法的过程，我经常会反思。我是从楷书开始，但是我觉得我反思的结果是不一定要从楷书开始，而且小孩的学习跟成人的学习很不一样。我们通过很多年的思考和教学的尝试，其实设计了一个书法的训练程序。这个程序的话，基本上是对成年人的。这个书我不知道你们见过没有，《中国书法167个练习》，里边设计的是一套完整的训练程序，就是从执笔一直到线条练习开始，然后不断的加入内容。这实际上是符合一个人们把握一个技术手段的循序渐进的过程，而且很容易检核，容易寻找问题，然后加以解决。小孩的训练吧，我们利用这个系统的话，稍微加一些改编，编了一个教材叫做《愉快的书法》，进入书法的24个练习。其实不论小孩还是成人，他学习书法都应该有一个科学的过程。以前的书法的训练的话，都是给一个字帖给你，楷书或者隶书，然后你不停的临摹，然后老师给你指出有些什么问题，你回去接着再临摹。我们的训练体系跟这有点不一样，它就是你怎么从一个开始掌握最简单的书写方式，然后慢慢加入复杂的内容，最后到临摹一个字帖。好，谢谢邱老师。还有没有观众有问题想提问？那个女孩来。邱老师您好啊，非常感谢您今天带来这么精彩的一堂公开课。那刚刚您也有提到人书俱老这个概念，我就是想请问您，人书俱老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那我们怎么样才能达到这种境界？谢谢您。人书俱老的概念呢，最早是我们在孙过庭的书谱里边读到的。这个命题啊，非常的重要，是中国书法里最重要的关于人和书法关系的命题之一。这样的命题我们知道有两个，一个叫人书俱老，一个叫书如其人。这两个命题呢，都是中国人非常引以自豪的概念，就是说书法的话和整个的人的关系是非常密切，这样让书法的它的文化价值、人性的价值得到我们的重视。
但是如果回到古代的文献的话，孙过庭的谈话，它是有他的技术、他的理论里，实际是有特定的内容。他讲的是什么？一个人经过刻苦的、长期的训练以后，经过各种探索以后，到晚年的时候，他的整个人和他的书写能够融为一体，里边能够反映出他的这个精神内涵，一生的精神内涵。但是今天的书法理论里对这个人书俱老有不同的解释。比如说熊彼明先生他就有他的一个解释，他认为所有的人的书写到晚年的时候，所有人，大家注意，到晚年的时候都会和他的整个人的一生融为一体。这是两种对人书俱老不同的解释。好，谢谢邱老师。这边的观众有没有问题要提问的？哦，这边有一个男生。邱老师您好，是这样，我就是特别迷惑啊，就是像中国的书画，包括琴和棋，它在帝制时期的大部分时期，它都不是以一个专业的艺术门类来生存的。就是说，当然短暂的时期，宋代是有画院的，但是有一段时期还有棋院。但是就是说，书法来说呢，可能只不过是说我们科举的时候，判卷老师看你这两笔字啊怎么样，但它本身不是一个考核内容。然后像这样的东西，它都是中国的官员，相当于知识分子，好像在当官的同时或者读书的同时呢，好像就是他们的一个业余爱好，并不像西方说可能一个画画的画家一辈子连字都不会写，他并不是这样的。所以我就想说，就是像这样的一种不同的艺术观，就是说它的走向会是怎么样的？因为毕竟说现在如果一个人他说他是书法家，他的来源并不是像古代的那样，他是一个顺便的一个做法，而是可能他是经过很长的学习，他就专门去以书法为他的目标。那像这种改变会造成说我们国家的书法将来会向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就是这门艺术它将来的发展的方向。你的问题的话，实际上跟书法界的一个观念有关，就是说书法只能业余从事。这种观念的话，实际在我老师那一辈，他们都保持着，都认为书法是应该做业余的。这里边很可能就有一种刚才我们提到的专门写字或者专门做一件事情的话，容易带来的一种匠气，或者存心要好。这种心态的话，在今天学书法专业的学生或毕业生里边都有反映。但是艺术的专门化，书法，这就要说到书法，它是作为今天意义上的一种艺术呢，我们还是坚持把它作为一种传统中的文化现象来看待。恐怕要完全的坚持过去的那种观念的话，来界定书法，恐怕已经是不现实。我们可以这样去要求，也可以绝大部分人都是照这个道路去做，但是现代社会的分工已经有所不同。比如说用毛笔写字的人已经不多了，这个领域的话，如果还要发展的话，是不是仅仅做业余就能承担起这样的责任？这个跟过去的情势不一样的。过去的整个的知识界，他们都承担着把书法史书写下去的责任。今天的话，如果仅仅是寄托于那些还愿意用毛笔写日记、写信的那些极少数知识分子或者爱好者的身上，我觉得恐怕是做不到的。这是我个人的认为。而且还从社会的需要来说，今天已经有100多个大专院校设立了与书法有关的专业，而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毕业生，我自己当然有很多体会。你当然也可以说，邱老师，你还做理论研究吗？你还写诗歌，也还画画，你也可以算是一个业余的书法的写手。但是
我觉得这样说不完整，因为现代的专业化的话，它有一个好处，它能够让有才华的人能把你的精力集中在一个点上，做出不可思议的事情。它当然有可能带来一种匠气，一种形式主义，这个是我们现在已经是不算是个别的存在，也是比较普遍的存在。所以我曾经在一次讲座里讲，但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比如说，通过专业化，我们也许能在30年里培养出50个到60个技术上一流的书写者，这对整个历史的推进、书法史的推进是重要的。也许其中的58个都是形式主义者，也没关系，只要其中的2个人，他是有文化担当的，他是敏感的，愿意不断发展自己对人性的体察的深度的，并且知道书法形式化可能带来的弊病。假如我们只要有2个这样的人，我觉得这个时代，这100年就够了。这样的2个人，我当然是说一个最低限度的数字，这个我想应该没有问题的。现在我认识的就不止2个，在我的学生里也不止2个，所以我觉得书法是有希望的。我为什么会说到2个呢？就是因为从王羲之以来，每100年里，我认为重要的书法家2到3个人，20世纪不会少于3个人，21世纪里我估计也绝对不会少于2、3个人，所以我会说到2个这样的数字。我对21世纪，也许22世纪我管不着了，21世纪应该没问题。好，其实刚才邱老师讲的时候，我还给大家稍微普及一下，邱老师是浙江美术学院，也就是现在中国美术学院第1届书法的硕士研究生。而且其实刚才这个小伙子提到这个问题，我特别有感触，就是其实我们认为的书法都是对过去的经典的临摹，或者我们写一手好字，但是其实邱老师这么多年来一直在从事的一个工作，或者一直在探索的，就是如何在传统的书法当中生发出当代艺术。我觉得不管是从理论构建，还是实践，甚至是艺术创作，还是在教育推广方面，其实邱老师一直在几十年不懈地在做这样的一种努力。而且邱老师提到了一个艺术史的价值，其实我特别认同。所谓的艺术史价值，就是可能再过100年，再过200年，我们来看今天中国书法的这个状态，我们会以一个什么样的眼光，一个什么样的评价来评价今天中国书法在整个书法历史当中的这样的一种地位或者说价值。所以我觉得其实邱老师在这个方面是做了很多很多有价值的工作。所以其实不仅仅因为刚才我们不仅仅是要写好字，那是一种匠心匠人，我们是要在书法传统的基础上如何去扩展这种传统，进入到一种更大的更新的或者更高的一种境界。所以我是刚才对邱老师这个问题的回答一点小小的补充。然后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再给现场观众留一个问题吧。好，那个邱老师，您这个站着讲座，我们坐着听啊，我们觉得很过意不去啊。大家伙儿都说书画同源啊，我想问您呢，就是书画同源从哪个方面来说？是说从使用工具啊，还是说它的艺术规律啊？是从哪方面来说书画同源？好，谢谢。书画同源这个说法是不对的。我根据我的思考和认识的话，这个说法不准确。但是这个问题很重要。书画同源，还有书画同法，这都是过去的一些重要的命题。它影响到了中国此后的很长时间的绘画的发展，对书法的发展也有些影响，但没有对绘画的影响大。所以我们做了一次讨论会，就是关于书法与绘画的关系，最后把54以来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文挑出来，做了一本文集，同时开了一个现代的讨论会。这本文集我们就没有用书画同源的这个名词，因为这个
文集的第一篇是湖北美院的一个老教授的一篇文章，就是对书画同源提出异议，认为它不准确。我觉得说的非常的有道理。这本书的名字最后我们叫做《书法与绘画的相关性》，所以我们愿意用这样的题目来包含对书法与绘画关系的讨论，以及不同时代对这个问题的见解。他们关系是有的，但是发生关系可能是比较晚。问题不能为什么不能谈到同源呢？这里简单的说一下，这就是语言和文字的起源问题，我们并没有解决，不知道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因为书法的书写，书法我们要谈到书写，最早的书写肯定是要文字出来以后，我们才说是写字吧。你在这以前只能画道道，不能说是写字。既然连文字的起源于哪个点上、什么时代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怎么去谈书法的起源？怎么谈书画的起源的关系？所以这个命题的讨论是古人来留给我们的一个，也可以说是陷阱，但无所谓。过去的文献嘛，那我们有各种不同的认识的深入的办法。您的问题我就回答到这里。关于刚才那个问题，我再补充几句，因为你们两位的说法呢，引起我的一个很重要的想法。当时1979年我进入中国美院的时候，那时候书法是第一次招研究生。实际上我报考的时候准备考的是其他的专业，当一发现书法还招研究生的时候，我真的很意外。当我进入中国美院的时候，我就想做到书法专业了，我是得做2件事。第一件事，得把书法的理论做成中国当代学术的一个重要的分支。第二，要把书法创作做成中国当代艺术中的一个门类或者说分支。当然一做就做了差不多40年，快40年。应该说通过这么些年40年的专业人员以及所有的关于书法的思考研究投入了精力的人们或做出贡献的人们，大家一起努力，我们在相当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坦率地说，让我要从一个业余爱好者的角度，要这样确定目标，并且为此做一些工作，那我想是做不到的。它必须专业化，必须的。好，我就说到这。好。好的，非常感谢刚才各位观众的提问，也非常感谢刚才邱先生给我们给出的精彩的回答。其实今天的课程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传统书法艺术的大门，那么相信其他的7门传统艺术公开课也将会为大家展现一个又一个恢宏灿烂的传统艺术的景观。我相信通过国图公开课、中国传统艺术公开课这样的一种课程的讲授，这样的一种推广和传播，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中国传统艺术的魅力，感知并传承中国传统艺术的精神力量和价值。那么在下一次的书法课程第2讲进入书法知识准备当中，邱先生将为我们说明进入书法需要接受什么样的视觉训练，学习哪些与书法有关的知识。那么让我们期待下一次课程的到来。今天的课程到此结束，谢谢大家，谢谢。